欢迎来到24小时动态新闻频道。如果您喜欢你喜欢的艺术家的节目，请随时观看有关您喜欢的偶像的热门视频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和支持该频道。郭雨欣这种干净长相，为什么总让人想起学生时代的白月光？2025年，一个名字突然刷屏，郭雨欣。她主演的一部短剧，在短短17天内，播放量突破30亿。可如果把时间往前拨2年，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画面。那个时候，她的银行卡余额一度只剩下2000块，交完房租之后，甚至要开始认真考虑是否离开这个行业。一个几乎快被现实淘汰的新人演员，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？这个答案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郭雨欣出生于1999年，是一个来自东北的普通女孩。2021年，她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，带着对表演最纯粹的期待来到北京。那时候的她大概也相信，只要努力，总会有机会。但现实很快告诉她，这个行业从来不缺努力的人。她进入剧组，参与的是《长月烬明》《一念关山》这样的大制作，可她的存在更多只是被需要，而不是被看见。她演过站在主角身后的宫女，也演过镜头一闪而过的背景角色，甚至连一句完整台词都没有。导演给她的评价很直接，说她长相精致，但没有记忆点。这句话听起来很平静，却几乎否定了一个演员最核心的价值。那段时间，她不停试镜，不停等待，但结果始终没有太大变化。她看着身边的同学逐渐有了作品，有了资源，有人开始被讨论，有人开始被记住，而她却依然停留在查无此人的位置。很多人会在这个阶段选择放弃，但她没有。她开始把注意力从有没有机会转移到如何变得更好。在片场，她会默默观察前辈的表演方式，去理解他们如何控制情绪，如何调动身体，如何在镜头前完成细节表达。她把这些一点一点记录下来，写在本子里，反复琢磨。外界看不到这些变化，但真正的积累，往往就是在这种没有反馈的阶段悄悄发生。只是那时候的她自己也不知道，这些细节会在什么时候被用上。转机出现在2024年，一个当时并不被主流市场看好的方向出现在她面前，短剧。没有大制作，没有强背书，甚至连行业评价都还在争议之中。但对她来说，这反而不是问题。她没有太多选择，她只是觉得有戏演就够了。这个决定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在当时其实更像是一种没有退路的尝试。因为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条赛道可以真正跑出一个顶流演员。直到2025年9月20日，盛夏芬德拉上线。最开始，没有太多人预料到它会发生什么，但数据很快给出了答案。上线第1天，播放量破亿，第4天破10亿，第8天破20亿，节奏不断加快，几乎没有停顿。到了第17天，累计播放量冲上30亿。这不仅是爆，而是直接在数据层面超越了同期不少 S 级长剧。郭雨欣也是在这一刻被真正看见。剧中有一场浴室情绪戏被观众反复讨论，他没有用夸张的方式表达崩溃，而是通过极其细微的变化，让情绪一点点堆积。指尖轻微的颤抖，眼尾逐渐泛红，那种几乎要溢出来却又被压住的情绪，让很多观众第一次注意到他的表演能力。有人评论说，这才是科班出身的底气。与此同时，他2021年的毕业照也在网络上被大量转发。照片里的他穿着学士服，笑得很干净，阳光落在发丝上，有一种非常自然的生命力。很多人开始用白月光来形容他，那种不刻意、不张扬，却又很容易让人记住的气质，刚好击中了大众对青春的某种集体想象。但如果只用外形来解释他的走红，其实是不够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表演方式刚好适配了短剧的节奏。短剧需要更快进入情绪，需要更高密度的信息传递，也更依赖演员的及时表达能力。
而他之前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色中积累下来的细节控制，恰恰成为了他的优势。当机会真正出现的时候，他并不是突然变强，而是刚好被看见。走红之后，他的作品开始密集出现。东北爱情往事、在8月盛夏、我们野蛮生长等多部短剧，播放量全部突破10亿，他的个人互动量也在短时间内暴涨了 833.78%。2025年底，他拿下了横店微短剧之夜年度号召力星耀女演员，随后又获得年度杰出演员奖。从无人问津的背景演员到短剧领域的核心面孔，这个转变看起来像一夜之间发生，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，就会发现，这其实是一条被不断延迟兑现的路径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他的故事其实不仅仅属于个人，它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行业的变化。短剧从最初被质疑，到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内容入口，它对演员的要求反而更直接、更残酷。观众停留时间更短，判断更快，但对真实感的要求却更高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那些曾经被忽视的演员，反而可能更容易被重新看见。如今的郭雨欣依然在持续拍戏。面对累不累这样的问题，他给出的回答很简单，说有戏演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这句话如果放在他最艰难的时候，可能只是安慰，但放在现在，更像是一种经过验证的结论。所以，当我们一次次点开他的作品时，我们看到的，真的只是他的成功吗？还是说，我们在他的故事里，也隐约看见了那个曾经努力却不被看见的自己？那个在现实面前反复受挫，却依然没有彻底放弃的版本，或许从来没有消失，只是一直在等待一个被看见的时刻。